下班了，一会儿呢还早，想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这附近的那个中古车嘛，给大家看一下中古车的价格啊，还有什么样的中古车，看看日本的中古车是什么样子的。每天做的那个工作的数量日报放在这里面。好了，外面可冷了，到车里来了。然后刚才走的时候，同事给了一个他自己做的那个叫 Melo 胖，就是叫什么来着？哈密瓜的面包，就长得有点像哈密瓜的面包，叫 Melo 胖。他手好巧啊，这个好像麦的一样哎。好好吃。里面好鲜，黄油味好足，感觉它的这个比超市的那个料要好。好厉害啊！我不会做这个，哪天要请教他，问一下他。好像是我们的一个部长他自己做的。吃完这个，然后就去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边附近的有一个还挺不错的一个中古车市场。也不是很大，带大家看看车的价格啊，大家也比较感兴趣嘛。我先把车停到这个空地的这个位置，然后再去那边看车，因为是不好停车嘛。我们就这样走过去看一下，就是这个库鲁玛，你们看到了吗？就在那个位置，它的标牌和门头都很大。它写的卖取呢，就是你可以卖给他中古车，然后呢，你也可以在他这儿买中古车。过马路呢，要从这个斑马线过去。这边的红绿灯啊，给你们看一下。比如说呢，你想过马路，就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如果你不按呢，它一直都是这个红灯。刚开始我来日本的时候，就一直在这傻傻的等，最后发现需要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按完之后呢，它的这个红灯它就会变成绿灯。过一会儿啊。所以说你们如果来日本旅游的话，如果碰到这种红绿灯，要记得按一下。接下来呢，我就带你们看一下这些二手车的价格吧。为了方便大家，我全部都给你们说成人民币的价格，全部都给你们换算一下。这辆小红车呢，大概是15000人民币一台，它呢是带电视机和导航的。对于这个车的型号跟品牌，这个牌子我不太认识，主要是呢看看它的这个车的轮胎呀，然后有没有刮蹭。看看后面的这个小车真的超级便宜，而且样式真的好可爱。这个小车呢只要13000啊，这个小车真的很可爱，而且很新，是不是？日本人用东西啊都很在意，所以都保养的很好。这个车你们有没有很喜欢？要是我自己的话，我还挺喜欢这个车的，而且很便宜啊，才13000。这边只有2台，我们往那边走走，那边车还挺多的。这个小车不太适合有孩子的家庭啊。这边摆的呢是一个叫托拉库大发的，这个还挺新的呢。一般这种货车呢，就是老年人啊，或者是农民种菜的买的比较多。看这个30的，它呢是4驱，不到3万块钱。旁边这个菲亚特的呢是3万多块钱。我们往前面走啊，这边车比较多。它这边呢，就是既可以买车，也可以卖车，然后呢，车还可以做修理。这样呢，你车啊，在这买完了之后坏了呀，也可以来这里修理嘛。这辆马自达的应该是别人买过的。这个大发的这种叫拖拉库，就是小货车啊，就是35000左右。然后呢，你可以在这个上面看到它是几年的车，行走了多少万公里呀，等等一些信息啊，上面都有标注了。然后车检什么时候到期啊，他们都会写得很清楚。这辆车呢好像还附赠轮胎，这个车呢也是不到3万块钱。后面这个马自达车啊才1万多块钱，合人民币13000。它呢是20年的车，这哪像中古车啊，我感觉都是挺新的。你们快来看看这辆小车，1万块钱还不到，是4驱的，年头比较长了一点，是18年的车了，开了12万公里了。但是我感觉再开几年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看他们的轮胎呀都很新，这辆大吉普也很便宜啊，3万多块钱，4驱的，就是年头还是老了一点，15年的车了，7年的车了，我感觉也还算可以。
你们看它的这个轮胎保养的很好，而且车身上也很干净，没有什么刮蹭。日本人有的家庭里嘛，人很多啊，小孩很多，他们就会买这种大的7人座的车。这辆车呢也是3万多块钱，17年的车了，5年的车。咱们来看看它的这个外观啊，轮胎还挺好，然后呢身上也没有什么刮蹭。反正我自己还是蛮喜欢日本的这个中古车的，既经济又实惠，就是哪天想换车了呀，也是感觉能负担得起的。怎么样？我个人是蛮喜欢这样的中古车市场的。但是怎么说呢，外行还是看热闹，真正懂车的人啊，还要看一下这个内部。不过它的车的款式不是太多，我之前还有看过，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场地，全是那二手车，特别大。哦，真的好冷啊！好啦，然后一会儿给你看看我的车好不好？给你们看看我的车。我的车是30多万买的，就是比他们这个摆的这个位置的都要贵一点。给你看看我的车，我的车就是其实有一点伤，就是这里有磕的瘪了什么，就有点脏哈。然后现在这个胎呢换的是冬胎，就是雪地轮胎嘛，这是自己买的。然后我的车是2个门都是自动的，就是你按一下它自动了，但是我还没开，给你们开一下。有点脏，孩子弄，他一按它就自己开了，叫双侧电动门。孩子弄的学校里沙子弄的车上都好脏，今天还扫了一下。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大家凑合看吧。然后呢，前面就是这样的，是自己装的。然后它也是4驱的，就像比如说下大雪啊，我老公他就会开我的车去上班。他们公司就是山路嘛，然后它就是这个都是自己配的，后面的这个帘子呀都是原车主自己装的，那也不便宜。然后还有这个是话筒啊什么的，还有配的遥控器嘛，主控。这里呢，主控呢就是能看电视，能听音乐。连接成功，蓝牙连接成功。这个是我自己在国内买的一个蓝牙，连接到这个车上，然后能听中文嘛，连接手机之后能听中文。大体上就是这样的。然后挂档，它的日本的车档都在方向盘这边，然后这边就是省出空间来嘛，有点脏，对不起了大家。然后就是这样的，基本上车就是这样，也挺好开的，主要是特别小，就是顶高，然后特别窄，就是那样的。其实这个是我第2台车，第1台车更便宜，才20多万，这台车快40万了，因为是双侧开门嘛，因为我们家的那个车库比较小，以后我要接送2个孩子就自己弄的话就不方便嘛，所以就换了这个车。第1台车最后就已经报废了，还卖了3万日元，呵呵，还挺开心的。好啦，今天的这个中古车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大家有什么疑问啊，或者是有什么想法，可以私信啊，或者是评论区告诉我。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拜拜。给你们看我家老大的鞋子啊，这才买了多长时间就坏了。哎，这个我还是花了3000多日元在店里给他买的呀。心疼死我了，不知道能不能补呢。其实你们看孩子们这个衣服挺多的，要么就是别人给的，要么呢就是我去那个日本的就是二手衣服店嘛，给他们淘的。其实大家看我的衣服也挺多的，我呢其实基本上的衣服都是在这个日本的中古市场，也就是二手衣服市场去买的。他那里的衣服呢很便宜，便宜的就是有的是6块钱1件的都有，然后也有是100日元、200日元和300日元的衣服都有。小朋友的衣服呢都是100日元。今天那个小朋友的那个鞋坏了嘛，然后我打算去店里给他看看有没有适合我儿子穿的鞋。基本上鞋的话都是6块钱1双。其实你们看我的衣服，就是我觉得也挺好看的。然后这些衣服吧，都是在那个中古市场去买的，我也没有觉得很丢人嘛。但是他们那些衣服真的是经过消毒的呀，然后都是挺干净的。
要么呢，有的就是连标牌都没有拆，然后直接就去贩卖，很便宜，很好。所以呢，我经常去那里买，也很臭美，然后经常也很喜欢这些漂亮的衣服呀。但是呢，比如说店里的衣服啊，真的是就是挺贵的。然后，我很喜欢这些衣服呀、时尚之类的，所以呢，我就去那个中古市场、二手衣服市场去淘。其实蛮好的。今天呢，我们就去看一看。那我就收拾收拾，洗个头啊什么的，然后就出门啦。它呢叫恰库恰库，里面呢全是这个叫古着，日本呢叫古着，其实呢都是中古的，也就是二手的商品在这里贩卖。这里呢写着他们衣服很便宜的原因，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收来的，然后省去了这个包装费啊，所以他们的价格都很便宜。日本人呢也特别喜欢逛这种商店，除了老年人喜欢逛这个中古市场啊，其实年轻人也很爱逛这里。在这里的感觉呢，就有点像在去淘宝贝一样的感觉，大家都在淘自己喜欢的中古商品哈。就是每次来这里啊，衣服有点多，花的时间呢就是特别多，每次一来啊，基本上是2个小时都出不去。你们看，这位年轻的妈妈正在给自己的孩子挑裤子呢。看这边的裤子呀，也是6块钱一条。今天我的主要目的就是给我家小孩找鞋子，对吧？我还真找着了，你看，买到了好几双鞋呢。一个是这个亚瑟士的，你看，其实还挺好的。因为在学校里穿嘛，特别的费鞋，就买这种二手的就可以了。这个呢，算是10块钱一双吧。这个小白鞋呢，打算给我家女儿穿，这个还是新的呢，一下都没有穿过，这个只要6块钱，太合适了，我感觉真的是捡到宝贝了。然后呢，还买到了一双 Vans 的这个鞋呢，你看基本上也算是没有穿过。这个呢，大概15块钱一双嘛，稍微大一点，留给我家儿子大一点的时候再穿。还给我家女儿小猪猪挑了一双小靴子。其实就是底有点脏，但是里面呢真的是很干净，给你们看一看。这个呢什么都是好好的，也只要6块钱。就是这个鞋里面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呢就是我每次都是来自己挑一挑选一选。诶，我起来的时候看到了这个衣服，哇塞，这不是我们中国风的衣服吗？这不是最近流行那个汉服吗？哇塞，给小朋友安排上，太好看了。我估计啊，这个肯定是从中国人家收过来的。我来看看这个衣服多少钱。哇，才30块钱，我觉得还挺便宜的。回家洗一洗，熨一熨，给小朋友穿上，应该很可爱。给你们看看是不是很可爱？它就是有一点皱，回家熨一熨就好了。而且呢，它还是那种加绒的，里面都是绒，所以这个冬天穿起来也感觉很不错哎。果断拿下，太可爱了吧！小朋友的衣服呢，全部都是100日元一件，除了特殊的，比如说刚才我买的那个稍微有点特色的，它可能就是稍微贵一点。不过你们放心啊，他们所有贩卖的衣服啊，都是经过高温消毒处理过的，都有清洗过，弄得很干净的。给你们看这个小毛衣是不是很好？而且呢，还是品牌的，也没有破啊，弄得很干净的，保存的很好的，也只要100日元哦。除了这些内搭呢，墙上挂的这些棉袄啊，也是通通100日元，所以我感觉真的挺合适的。因为小朋友小嘛，我也呢没有花很多的钱在他们的这个服饰和穿着上面，要么呢就是朋友给，要么呢就是我自己啊来这个中古市场去淘。其实你们仔细看一看这个衣服，真的是挺不错的。给你们近距离看啊，这一个小棉袄、小夹克。看看它的袖子，都挺干净的，对不对？这个衣服也挺干净的，感觉也很新。日本人呢，用东西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在意嘛。所以呢，他们的这个中古市场啊，不管是用的东西啊，或者是穿的东西啊，生活电器之类的呀，在日本啊都是挺火的。大家呢也都去这种中古市场去购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自己呢也想挑几件好看的衣服。这些呢全都是100日元一件，看看这个小毛衣还挺好看的吧？给你们看看上身效果，照一下镜子就可以了，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还有这件打底的小衫，你们看怎么样？我感觉摸上去材质还是挺舒服的，应该是纯棉的，感觉当一个内搭穿挺不错的。哈哈哈，我就拿下啦！呀，
我还看到了最近的活动，我的天呐，这是买1000赠1000呐，好合适啊！最后我还看上了这一件小衬衫，不过呢，不太适合我平时上班什么的，还是放弃吧。这边呢还有很多小帽子啊，也有纯毛的。这些贝雷帽呢，所有的帽子全部都是100日元哟。平时凹造型还是挺不错的，但是感觉这个好像有一点小，哈哈哈。不瞒你们说啊，我偶尔呢也到这里淘一些鞋子。给你们看这个匡威，虽然是别人穿过的呀，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上班啊很脏啊，就穿这些，我感觉也不是很心疼啊。给你们看，我还真的淘到了一双自己蛮喜欢的，这个还是耐克的呢，哎呀，太高兴了。这一双呢是15块钱，有点脏了，回家刷一刷也可以。主要呢是平时上班可以穿。哇塞，这个大小正好哎，感觉自己真的捡到了宝贝。这里所有的包全部都是100日元，虽然不是什么牌子呀，但是质量都是还是挺不错的。唯一一点呢，就是需要你自己用你自己的眼光在这里面挑选。给你们看看我挑的几个小包，这个是不是挺好看的？这个感觉比较适合夏天，出门买个菜呀，聚个会呀，我感觉还挺合适的。这个包也挺不错的。其实他们这个包啊，都是没怎么使用过的。不瞒你们说啊，看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还有里面的这个衣服，全部都是在这里淘的哟。给你们看这个里面，真的是很新啊。所以呢，我一开始啊也没有排斥这些二手的呀、中国的商品，因为拿到手一看啊，真的感觉挺不错的。就是可能他们放的时间有点久了，有一点脏啊之类的。我们家小朋友挺喜欢这里的这个玩偶，这个玩偶呢，不管大小，全都是100日元。我家儿子黄金城很早就告诉我了，他想要一个老虎。没想到我今天还真是碰着了，看这个玩偶还带标签呢，还是新的呢。一会儿给他，他肯定很开心。今天呢，主要是给孩子来买点鞋呀，买点衣服什么之类的。我自己今天就不挑了，哪天呢，我自己来买衣服的时候，再带大家来里面再逛逛吧。就是衣服有一点太多了，都是衣服，所以逛起来有点麻烦，怕你们也看晕了。所以呢，哪天再抽空再来里面逛逛吧。临走的时候，我竟然发现了2副小手套。因为看评论嘛，有的网友说孩子手冻得冰凉嘛，冻得通红。其实啊，我也挺心疼的。哎，没想到今天碰到了小手套，还正好是2副，一副大的呢，一副小的，正好适合他们2个。这回小朋友的手再也不会冻成通红了。哎呀，给我高兴坏了呀！赶紧拿去结账吧。这大筐东西啊，一共2000日元，还送2000日元的打折券。这个是什么呀？哦，这个是我的大老虎吗？喜欢这个。大老虎。那你跟大家说拜拜吧。拜拜，下期再见。下期再见。你看着我的镜头。再见。